维特根斯坦只说对了一半，语言也塑造了意识的形状。3个月前我们聊过维特根斯坦，聊的是他那句震撼了整个哲学界的名言：凡是不可言说的，必须保持沉默。那期视频我们讨论的是语言的边界，讨论的是 AI 被困在语言瓶子里的宿命。但今天我要把这枚硬币翻过来，给你看另一面，因为维特根斯坦只说对了一半。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这句话里面藏着2层意思。第一层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语言之外的东西你说不清楚，所以必须沉默。但第2层很少有人仔细品味。你听好了，如果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那反过来说，你的语言有多丰富，你的世界就有多大。你的语言有什么结构，你的思维就有什么形状。这不是一个哲学口号，不是发朋友圈用的鸡汤，这是一个被反复验证的认知科学事实。上个世纪有2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沃尔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学术界叫它语言相对性原理。核心主张只有一句话：你说什么语言，就住在什么世界里。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语言不就是个工具吗？我用中文想事情和用英文想事情，难道结论会不一样？别急，让我给你看几个实验。听完你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脑子里那些你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念头。第一个实验，关于颜色。在英语里，蓝色就是蓝色。一个词 blue 从天空的浅蓝到深夜的藏蓝都归它管。但在俄语里不一样，俄语有2个完全独立的基本色词， Goluboy 指浅蓝， Sini 指深蓝。注意，这不是像中文说浅蓝、深蓝那样加个形容词修饰，而是2个从根上就不同的词，就像红和橙对你来说是2种完全不同的颜色一样。2007年，斯坦福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博罗迪茨基和他的团队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实验，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他们让俄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同时看屏幕上快速闪过的色块，判断2个蓝色方块是不是同一种颜色。结果发现，当2个色块一个是浅蓝，一个是深蓝的时候，俄语使用者的反应速度明显快于英语使用者。更关键的是，当科学家让这些俄语使用者在做颜色判断的同时执行一个语言干扰任务，比如让他们在心里默念一串数字，占用语言处理通道，这个速度优势就消失了。但如果干扰任务是空间性的，不占用语言通道，速度优势还在。这说明什么？说明语言不是事后给你的感知贴个标签，语言在你看到颜色的那一瞬间就已经介入了处理过程。你的词汇表就是你的感知过滤器，你有这个词，你的大脑就能更快地识别这个差异。你没有这个词，你当然也能看见，但你的大脑会默认把它们归成同一类来处理，又慢又粗糙。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你从小说的语言，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帮你决定了这个世界哪些差异值得注意，哪些差异可以忽略。第2个实验更震撼，关于时间和空间。博罗迪茨基在澳大利亚北部一个叫庞普拉奥的地方研究了一个原住民部落，他们说的是库克塔约雷语。这种语言有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特点，它没有左和右这2个词。你没听错，他们的语言里根本不存在左右的概念。他们描述所有空间关系用的都是绝对方位，东南西北。不管在什么场景下，他们都说你东南方那个杯子递给我，或者你北边那只脚上有只蚂蚁。要说出每一句包含方位的话，你得先知道北在哪里。这听起来好像很不方便，但效果恰好相反，因为他们的语言强迫他们在开口之前必须随时感知方位。这个部落的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子，都拥有令人惊叹的方向感。在完全陌生的室内环境里，在没有太阳、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准确指出东南西北。而我们这些说中文、说英文的人，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转2圈就分不清南北了。但最精彩的是博罗迪茨基做的时间实验，他给这些原住民一组照片，
比如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变化过程，让他们按时间顺序排列。英语使用者无一例外从左到右排，因为英语书写方向是从左到右。希伯来语使用者从右到左排，因为希伯来语从右往左写。库克塔约雷人呢，他们从东到西排。如果他们面朝南坐，照片就从左到右；如果他们面朝北坐，照片就从右到左；如果面朝东坐，照片就朝着自己的身体方向扑过来。他们脑子里的时间线不是固定在身体上的，是固定在大地上的，跟着太阳走，从东到西。你品味一下这件事，他们感知时间的方式和我们是不同的，不是他们主动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排列方式，是他们的语言从出生起就帮他们安装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时空操作系统。语言没有在描述他们的世界，语言在构建他们的世界。这就是维特根斯坦那句话被忽略的另一半。语言的界限不仅仅是一堵墙，挡住你看墙外的风景，语言的界限更是一个脚手架，在墙里面撑起了你全部的认知结构。你对世界的分类方式，你的时间感，你对因果关系的直觉，你的社会等级意识，全都跑在语言这个底层操作系统上面。说到这里，我必须聊一个对我个人触动特别大的话题，就是佛学翻译中的语义他说。我们中国人读佛经遇到的第一个核心概念大概就是苦。苦地，苦集灭道，众生皆苦。看到苦这个字，中文母语者的大脑自动关联什么？疼痛、悲伤、失恋、倒霉、日子难过。这是中文里苦这个字自带的语义引力场。但佛陀说的那个词，巴利语里是 dukkha， 梵语里是 dukkha。这个词的词源在学术界有好几种解释，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特别有画面感。diu 表示不好的或者困难的， ko 在古代梵语里有孔洞的意思，尤其指车轮中心的轴孔。duke 这个词指的是车轮的轴孔和轴承没有装好，轮子转起来咯噔咯噔，晃荡颠簸，磨损不停。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辆牛车在土路上走，轮子和轴没对齐，每一步都在摩擦，每一步都在耗损。这个画面传达的意思不是痛苦，而是不对齐，是你的期待和现实之间有落差，是你以为世界应该是的样子和世界实际运作方式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错位。佛陀说的苦，不是在告诉你人生很惨，活着就是受罪。他做的是一个精密的诊断，你的认知系统和真实世界之间有一个系统性的偏差，就像轮子和轴没对准一样，对准了，车就跑得平稳了。这是一个工程师式的精确描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情绪宣泄。但翻译成中文的苦字的那一刻，这层意思就他说了。苦这个字太情绪化了，它让2000年来的中国读者在还没深入理解佛法之前，就先被带进了一个悲观的情绪通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苦这一个字，在佛学的门口停下来说了句佛教也太消极了吧，然后转身走掉了。这不是翻译者的问题，鸠摩罗什也好，玄奘也好，他们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但语言就是这么霸道，每一个词都自带一个语义引力场，你把外来的概念扔进这个引力场，它就一定会被扭曲。翻译不是搬运，翻译是用一块不同形状的模具重新浇筑。模具的形状就是宿主语言的结构。你再想一个例子，英语里现在全世界都在用的一个词 mindfulness， 中文翻译成正念。但 mindfulness 对应的巴利语原词是 sati， 原意是意念，记得。核心含义是你能不能在每一个当下不走神，记住自己正在做什么，记住法的教导。它更接近一种持续的觉知和记忆。但正念这个中文翻译加了一个正字，就微妙的暗示有一种正确的念头需要你去保持，一种特定的心态叫做正。而 mindfulness 这个英文翻译用了 mind 加上 full， 又暗示这是一种充满心智关注的状态，把一个修行中的动态过程变成了一种静态的精神充盈。每经过一次翻译，每经过一次语言的转度，原始概念都在被宿主语言的语义引力场重新塑形。所以你以为你在学佛法，其实你学的是
从巴利语到梵语到中文，或者从巴利语到英语再到中文。这条翻译链上每一个节点都留下了变形痕迹之后的佛法。不是说学到的是假的，是说你需要有这个觉察，你接收到的不是原始信号，而是经过多次编解码之后的信号。知道这一点，你才能有意识地去还原那些在翻译中丢失的维度。现在让我把这个发现再推远一步。如果语言塑造了个体的认知，那不同的语言是不是也塑造了不同文明的集体意识？中文是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语言，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上下文里意思可以完全不同。中文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关系性的、整体性的、注重语境的。你不看上下文，单看一个词，经常搞不清在说什么。英语是一种相对低语境的语言，语法规则更显性，主谓宾的结构更刚性。英语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偏向分析性的、线性的，强调主语和动作之间的因果链条。你注意英语新闻的句式，永远是谁做了什么，导致了什么结果，主语特别清晰，责任特别明确。中文新闻呢，经常可以写成某事发生了，主语引调，谁做的不重要，发生了什么才重要。再看日语，日语的敬语系统复杂到什么程度？你跟上级说话和跟下级说话，动词的变位都不一样。你还没开口说内容呢，你选择的语法形式就已经在宣告你和对方之间的社会等级关系了。所以有人说，日本人不是先思考再说话，而是先判断关系再组织语言。日语使用者的社会感知雷达比英语使用者灵敏得多，这不是天生的，是语言从小训练出来的。这不是说哪种思维更高级，这是说每种语言都像一面透镜，它让你看清某些东西，但同时一定会让另一些东西变形或者消失。你只有把多面透镜叠加在一起，才有可能逼近透镜之外的真实。这就是我一直在做跨学科、跨文明对话的原因，不是因为贪多嚼不烂，而是因为每一种语言传统背后都有一整套认知操作系统。佛学的巴利语传统打开了一扇窗，现代认知科学的英语传统打开了另一扇窗，中国道家的古汉语传统又打开了一扇窗。每扇窗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面，你只站在一扇窗前，你就会以为窗户里的那个切面就是世界的全貌。佛陀自己也深知语言的这个陷阱，他反复强调，法是法，用来渡河的，到了对岸你得放下。语言是指月的手指，不是月亮本身。他在2500年前就清楚地看到，语言这个工具有着不可克服的系统性偏差。维特根斯坦在2000多年后独立得出了几乎一样的结论，但他只讲了硬币的一面，凡是不可言说的必须保持沉默，另一面应该是凡是可以言说的已经被语言束了形。你的沉默受限于语言，你的表达同样受限于语言。你不是透过一扇干净的窗户看世界，你是透过一块有颜色的玻璃看世界，你的母语就是那块玻璃的颜色。最后我想说一个让我在深夜想到会打冷战的推论，如果人类的意识被语言塑造，那 AI 呢？大语言模型被训练的语料主要是英语，它的思维结构，它对世界的分类方式，它处理因果关系的方式，会不会也被英语这个操作系统深深塑形了？当你用中文跟一个主要被英语语料训练的 AI 对话，它给你的回答里面有多少是英语思维方式的投影？更深一层， AI 被训练的语料覆盖了人类几十种主要语言，但这些语言只是人类语言总量的一小部分。人类有7000多种语言，每一种都编码了一种独特的认知模型。那些消亡的语言，那些从未被数字化的语言里边码的认知方式，是不是就永远丢失了？ AI 的世界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幸存者偏差严重扭曲的世界？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它们指向了一个更根本的事实。我们总以为意识是先有的，语言是后来才发明出来表达意识的工具，但真相可能恰好反过来，语言不是意识的仆人，语言是意识的建筑师。人类意识的很大一部分是被语言一砖一砖一瓦的搭建起来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在心里，你说不清它是什么，但当你终于找到一个词来描述它的那一刻，那种感觉突然变得清晰了，好像它在被命名之前还只是一团雾，被语言命名之后才凝固成了一个具体的东西。这不是错觉，命名本身就在塑造你的内在体验。没有被语言照亮的意识区域，可能永远停留在混沌状态。所以语言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先谁后，谁主谁仆的关系，而是互相塑造、互相成就的共演化关系。意识为语言提供了需要表达的原材料，语言为意识提供了结构化的骨架，两者在几十万年的共同进化中，已经缠绕到了无法分离的程度。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语言和意识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平时想象的要深。语言不是思维的容器，语言就是思维的形状。所以下次当你读到一段经文、一篇论文、一条新闻，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的时候，停1秒钟，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理解的是这段话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还是你的语言操作系统帮你渲染出来的版本？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光是问出这个问题，你的认知就已经升级了一个小版本。你觉得语言对你的思维影响大吗？你有没有在学一门外语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些母语根本表达不出来的概念？评论区等你。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